今天才知道，橡皮筋儿绑在香皂上面，作用太棒了，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到。今天就把这个生活小技巧分享给大家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香皂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一种清洁用品，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新拆开的香皂没有几天就消失的没有影子。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方法不当，导致了香皂的浪费。今天我带您探索一下如何更好的使用香皂，避免浪费。很多朋友们在使用香皂的时候，都会把香皂放在皂盒里，但是你没有注意到，皂盒里面通常有几个小孔，这些小孔设计是为了让香皂更好的沥水，可以防止积水导致的香皂泡发。然而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容易出现这些小孔的存在。香皂盒放在桌子上，底部的小孔容易与桌面的接触，也会导致香皂没有办法沥水。此外，在香皂放的时候也不容易堵住这些小孔，这样的情况，香皂就容易在肥皂盒里面泡发的，变得特别的黏，也会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。我们取出2根橡皮筋，可以宽一些，我们拉紧之后，把香皂绑起来。这个时候的香皂很防滑，折叠到一起。香皂原本是很滑的，但是像这样绑好了，老妈笑着说道，这样绑过之后的皮筋、橡皮，我们无论怎么用也不滑。我试着搓了搓手，还真的是。以前总认为是香皂是比较小的，抓不住，但是不知不觉就浪费了好多好多。尤其是肥皂用到最后，薄的像纸一样，稍不注意就掉到水里面泡化。现在我们绑上皮筋，这样能够牢牢的箍住，就连边角的地方都能够被擦得干净。而且还会发现，以前香皂搓好几次才能够搓下我们的肥皂，但是像这样，我们简单的搓2下就能够出好多的泡沫。我妈说，这是从她邻居的朋友那里学来的，用了很多年了，家里的香皂从来没有浪费过。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么简单的窍门居然能够为我们生活中省下好多钱的，而且一年能够为我们节约好多的香皂。比方说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上绑上的香皂去洗澡，手也是比较稳的，心里也比较踏实，我们的肥皂不会掉到地上，这样用起来更加的干净，更加的放心。不起眼的橡皮筋搭配着我们的香皂，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。生活里面藏了很多这样的小智慧，我们可以花1分钟试一试，能够提高很多的幸福感的。皮筋我们经常生活会用到，除了绑一些东西，在我们生活还有很多的生活小妙用。今天再来分享几招皮筋的小妙用吧。1. 固定裤子的拉链。平常穿裤子的时候，像牛仔裤或者是阔腿裤，都有这个拉链，拉链拉上去特别的容易滑下来，穿出去的时候，如果滑下来之后也比较尴尬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像用橡皮筋一样固定一下。这个方法很简单。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橡皮筋穿到我们的拉链的小洞，指甲比较长，轻松的穿过去。指甲不够长的话，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，把这个拉链拉过去，打一个小结。我们穿裤子的时候，把这个橡皮筋放到我们的牛仔裤的上方，再扣起来。这样我们穿出门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这个拉链头有皮筋的地方固定，它不会下滑，也会避免了很多的尴尬。2. 对戴眼镜的人来说，橡皮筋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。我们把橡皮筋缠绕在眼镜腿的弯处，这样能够增加摩擦力，可以防止眼镜在夏天出汗的时候戴的时间特别的久会滑掉，这样也不用经常的去脱眼镜腿，尤其是夏天
爱运动的朋友们就会发现了，眼睛老是耗掉，用这个方法可以避免我们的眼睛滑落，方法特别的简单实用。3. 香皂盒防积水。大家看一下，香皂盒是不是有这种沥水孔？有的时候也有沥水孔，有的时候也没有。如果香皂放到里面，容易发霉、腐坏，还容易滋生细菌。好好的一块香皂浪费了。我们可以在香皂上面绑2根皮筋，如下图，可以把香皂放在橡皮筋上面，起到沥水的作用，而且不容易泡水了。这个方法特别的实用的，你可以试一试哦。4. 洗手液也能够节省。有没有发现家里面的洗手液或者沐浴露、洗发水总是用得很快，尤其是家里面的小孩子，每次按的时候满手泡沫，总是洗不干净，而且浪费水又浪费沐浴露。我们在洗手液的下方可以按压一个套皮筋，缠绕着几圈，直到缠绕我们的按压处的深度，这样每次按压的时候，按压行程就会被控制住，按压出来的洗手液会减少一大部分。那么我们看上去只是省了一点点，但是日积月累，一年能够省下好多的护肤品，也比较适合家里的孩子使用，避免浪费。5. 平时切菜的时候，菜刀上面容易沾到菜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手把它弄下来，也是麻烦，浪费时间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橡皮筋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将这个橡皮筋套在菜刀上，间隔的1刃左右就好了。之后用来切菜刀，不管是横着切、竖着切，菜刀也不会粘在菜刀上面，也比较实用的方法。6. 平日里面家里面洗衣服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晾衣架，晾衣架两边是比较滑的，每次洗好的衣服挂在外面，有风的时候就会把衣服吹跑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两边套上橡皮筋，固定住好，再去套衣服。皮筋固定好，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固作用。这个方法套上衣服，衣服不会刮跑，也不会掉下去，我们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固定衣服特别的实用。以后家里的衣服老是滑掉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每次洗完衣服之后，再也不用担心衣服刮下上面去，也不用在下面去捡啦。今天分享的香皂的小妙用，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可以试试哦。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妙用都能够帮我们体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